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动漫的视频生成模型，叫做 Anisora， 来自于哔哩哔哩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视频呢，就是由这个模型来生成的。那经过大量的测试啊，包括不同的景别、近景、中景、远景啊，也包括不同的动画风格、不同的人物形态。那最终我得到的结论就是，目前这个模型应该是所有的动漫模型生成里边效果最好的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Anisora， 它在 GitHub 上的这个首页。这个模型呢，并不是一个新的模型啊，它其实呢已经经过了3次的改版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 V3 的版本啊。那这个模型呢是基于万模型来生成的，所以说呢，在动作的一致性、画面的质量上呢都是有保证的。那如果你要在 Conf.ui 里边使用这个模型的话呢，我们同样需要 K 神的这个 1Y6 的扩展。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扩展下载下来，并且更新到最新版啊，就可以使用这个模型了。那同样呢，我们需要在 K 神的抱抱脸的模型列表里边把这个模型给它下载下来。目前呢，这个模型有3个，第一个呢就是量化版的 Q8 的版本，另外呢就是标准的 FP16 的版本，还有 FP8 的版本。这个根据你个人的需求你来下载，我这儿用的还是传统的 FP8 的版本。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。同样，我把这个工作流呢给大家构建到了 Running Hub 上，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.ai 来访问这个平台，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，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。大家呢回头可以在平台上去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，在我发布的这个示例工作流里边，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工作流。你也可以通过我视频描述区的邀请链接来注册 Running Hub， 可以获赠1000点的赠送点数。另外呢，每次登录呢也会有100点的 RHB 的赠送啊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免费的尝试一下你自己的工作流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。这个工作流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，它就是一个 1Y6 的图生视频的工作流。你注意啊，不是 VACE 的啊，就是图生视频的工作流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儿有一个配置的部分。对于它的分辨率，官方推荐是720×480，帧数呢没有任何限制，建议是8的倍数加1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分别存了一下。那由于是一个图生视频嘛，所以说呢，我们需要把图片给它缩放一下，让它和我们的分辨率呢保持对齐。再往下边呢，就是我们的模型加载。大家注意，首先呢，我们加载了主模型，这个是我们的 1Y6 Anisora 的爱图 V， 而且是一个14B 的 FP8 的版本。然后呢，81帧，为了保险起见呢，我开启了块交换。另外呢，我这儿用了一个加速模型啊，这个加速模型你注意啊，并不是 K 神的那个加速模型啊，这个是官方发布的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模型在抱抱脸的这个首页，我们可以在它的 Files 里边，然后找到 Laura 的部分，可以看到这个模型。这个模型和 K 神的那个版本啊，大家注意。K 神这个版本里边的话呢，它大多呢都是rank 32的啊，当然现在也有64的，有 V2 版啊，它目前也做了更新。那这个跟我们之前用的这个版本呢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之前用的呢基本上是这个 i2V 的rank 32的，所以说呢它大概是300多兆啊，而官方提供的这个 rank 64的呢是700多兆。那我现在给大家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啊。用 K 神那个版本呢，生成的效果会稍微的差一些，没有这个生成的那么顺畅。大家如果想用这个模型的话，你可以点开它，然后呢搜索一下我上传的这个模型，那我这儿会有这个内容啊，你立即使用就可以了。然后呢 VE 和我们的文本编码器啊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呢我分别把它存了一下。下边呢是我们的文本提示词的部分，注意我这儿的提示词是直接留空的。下边呢是我们这个图片编码的部分啊，我们需要将我们这个图片经过这个节点进行编码，得到一个 image embed， 然后呢再经过这个节点生成一个浅空间，而这个输出是直接连到这个输入的。那同样呢，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参考图呢连到 start image 上面，剩下就是采样的部分。那采样的时候，我开启了 Enhance Video， 然后开启了 SLJ 啊，别的呢并没有动。那我采样的步数呢是8步。注意啊，我的采样器用的是 DPM++，这个呢和它官方的这个源代码是保持一致的啊，但是它官方的代码可能用的并不是这个啊，但是是同一个系列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边呢并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个标准的那个采样器啊，所以说我就选了这个，但是得到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。
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试一下啊，我们需要上传一个图片，这个呢我们就传一个我之前弄好的啊。下边呢我们运行一下，好，现在呢就采样完了，我们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。非常的漂亮啊！因为这个女孩的属于一个近景特写，你会发现它整个的动画呢会集中在她的脸上啊。那我们换一个不同景别的，那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中景的，然后呢我们再来生成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故事感也很强啊。这个女孩呢在一个橱窗里边看到了一个男士，然后回头是吧？注意啊，我在所有的生成里边提示词都是什么？那都是空的啊，都是让她自己去发挥。然后得到了最终的这个动画的效果。然后呢我们再是一个远景的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远景呢也就采样完了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在远景的表现上呢其实有点离谱啊，就是比较多的镜头的切换是吧？所以说呢我个人测试起来还是中景和近景会更好一些，远景的效果呢会稍差一些。所以说呢如果你想构建一个场面比较宏大的一个效果的话呢，可以多抽卡试几张啊，也有可能你在一开始拿到的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效果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模型的一个基本使用啊。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图片是咋来的啊？那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么多的这种参考图片呢？其实呢这些图片呢我们都是用 Flux Context 给它修改然后得到的。那所以说呢它原始的素材是一些写实的图片。那这个工作流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说一下。大家看一下一个标准的 Flux Context 的工作流模型，文本编码器和我们的 VE。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参考图片啊，它主要呢是给这个 latent 做条件修正的。而我们这个浅空间里的图片是一个固定分辨率的啊，是720×480。我建议大家这样去设啊，因为我们最终的那个 Anisora 啊，它整个的这个效果来讲呢，720×480效果是最好的，官方呢也是这样建议去使用的。另外的话呢就是提示词呢我们就选了一下，就是将它转换成新海诚的风格，然后保持整个的构图啊或者主体啊它不发生变化啊。然后呢这儿这个分辨率你随便哪个都行啊，你传的是一个竖屏的，最终效果呢会是中间截一下啊，得到的是一个人脸的特写。我们试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那如果你选的是一个横屏的，那效果就会好很多了。比方说呢我们来选一下这个，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效果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个吧，我们试一个这个啊，这个女孩拿着这个手机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。当然呢你要是喜欢别的风格也行啊，比方我们经常用的迪士尼的风格，然后我们运行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就有比较明显的迪士尼卡通的这个特点了是吧？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转换你想要的这个图片啊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自己试一下吧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